迎来到真工坊日本针小学堂，这是一个关于日本针的新单元。对于这个高能领域有兴趣的朋友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大家有听过日本针吗？在我们的第一支影片有和大家介绍日本针的入门音阶平调子，还没有看过这个影片的朋友，可以在这一边参考一下这一部影片。影片里面有提到，日本针是以13弦为主，并且利用移动针柱来调整出音高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介绍，在开始学习日本针之前，需要准备哪些设备。首先需要知道自己学习的是什么流派。目前日本针分为许多的支派，其中最大宗的源头有2个，就是生田流与山田流。那我们频道的内容主要以生田流来作为分享与制作。开始学习日本针所需要的设备有日本针、针柱、立奏台、谱面台以及针爪等等这些必要的设备。那下面我们将一一的为大家做个介绍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在开始学习日本针之前，当然先要有一台日本针。那么最便宜的日本针一台是多少钱？这个问题是大家最常问到的。那其实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。但若换个方式问，最便宜的一台车是多少钱？或许这样子你就可以懂了。那日本针的价格就如同汽车一般，它有许多的变数，包含你是全新或是中古，以及你的乐器品牌、木料的材质以及工艺的技术等等。那它的价格大概会从2万到3万，到好几十万甚至100万都是有的。在决定买一台日本针之前，你应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可以学多久？第二，你每周能花多少的时间来练习？第三，你打算花多少钱买一台日本针？就算不学了，你也不会后悔。其实我们最建议的方式呢，是先用租的，因为实际上高达85%的学生是无法持之以恒的学习。然而花了一大笔钱，然后买了一台针，往往因为没有时间练习，或是诸多因素而中断了学习，那么日本针就容易成为家中无处安放的庞然大物。倘若家中空间余裕，或许还可以陈列在客厅当艺术品来展示，但是大部分人的家中空间有限，只能打包起来堆在杂物间里面了。那因为日本针它不像吉他或是钢琴这么普及，容易脱手，所以强烈建议先用租的。等你学了一阵子，对日本针的音色与手感比较有鉴别度的时候，再来评估自己愿意花多少钱买一台适合自己的日本针。那有兴趣想要租或是购买日本针的朋友，欢迎咨询真工坊。除了日本针之外，我们还需要一套针柱。针柱的材质呢，早期有象牙、牛骨以及金骨等等，但是近年来因为提倡保护动物的观念普及，针柱的材质大多已经用塑胶制品来替代了。针和针柱都准备好了之后，还需要来弹奏的针爪。那日本针和古针不同，它只需要佩戴右手的3个针爪。日本针的针爪是由甲片和爪轮所组合而成的。甲片的材质通常和针柱是一样的，现在都以塑胶制品为主。生田流的甲片是4方形的角爪，那山田流的话呢，它是水滴形的丸爪。如果是你自己要选购的话，千万不要买错咯。再来是爪轮，爪轮常见的有纸质和皮质的材质。那爪轮的圈圈，它的尺寸必须十分的服贴3根手指头，以确保演奏时的稳定度。那由于爪轮它通常都是用手工缝制的，所以各家的大小号码略有差异，一定要现场试戴过，才能够买到适合自己指围的爪轮。再来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把日本针架起来的针架。传统日本针是在榻榻米以跪坐的形式演奏，使用的是猫竹或是鸟居台。现代日本针多改为坐奏的方式，用的是立奏台。立奏台也就是日本针的针架，和古针针架的高度不同，相对的低了一些。虽然这个高度对于人体来说较不友善，但是更方便于日本针它在演奏时需要强力压弦时的施力角度。
基本上只要备齐以上的设备，就可以开始学习日本针了。虽然好像有一点点的麻烦，但是其实只要你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，这些物品都可以使用得非常久。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，欢迎咨询我们针工坊。下一集我们将会仔细的介绍日本针的针爪，欢迎订阅、按赞以及留言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